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。今天呢，要来介绍2021年上半年必看的5部 Netflix 影集。话说呢，2021年也是快要过半年了，然后距离上一次我做这一种特辑已经快要过了4个月了。因为上一集我是1月初做的嘛，那我想说最近我也看了蛮多影集了，所以来跟大家更新一下。其实我自己也蛮想做一集那些年我弃追的影集们，因为我觉得非常可惜，像是《权力的游戏》啊，或者是《Westworld》。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区跟我讲。那今天要介绍的5部影集里面呢，有2部是青少年爱情片，然后有2部是悬疑惊悚片，然后还有另外1部是愤世嫉俗片，没有错，它的分类就叫做愤世嫉俗。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分类。那下面每一部呢，我会稍微介绍一下剧情、人物，跟我自己看完的感觉。那完全不会有剧透，所以请大家安心的服用吧。第一部呢，要跟大家介绍的叫做《找我经纪人》，英文片名叫做 Call My Agent。那我为什么会看这部影集呢？其实是在 Clubhouse 上面听到的。话说还有人在用 Clubhouse 吗？这是一部法国的影集，然后总共有4季，但是我目前只看了第1季，我觉得超级好看。看完之后只觉得人生就是该那么糟糕。整部剧呢，大致上是围绕在巴黎第2大经纪公司里面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为主轴。大致上呢，就是在讲明星跟经纪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啊，还有这间摇摇欲坠公司的经营权。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家庭纠纷。主角呢，主要是这间公司里面的4位经纪人跟3位助理。那另外呢，每一集都是以他们的明星客户为命名的。所以每一集的主题也有一点不一样。那这部影集会超好看的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他们的演员超级会演，然后个性非常鲜明，连我自己都不禁怀疑他们会不会私下就是那种人，你知道吗？那在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就是其中一个经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安德利亚，我不太确定他的法文发音是什么。她是一位非常火爆的女强人，然后我非常喜欢看她在影集里面生气跟崩溃。然后这里面呢也出现了一个非常眼熟的人，就是这一位。她就是 Emily in Paris 的那个机车女老板。其实我在那部里面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她，因为她非常的优雅。可是在这部影集里面，她是扮演一个多金人妻。这部片呢，其实算是黑色幽默，但是我觉得她的笑点不会像很多美剧那样子，就是设的有点太刻意，就是可能还会放什么笑声的特效啊，不会那样子。然后每个支线都算是非常的精彩，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影集他们的副线我就完全不想看，那这一部不会有这种状况。看完之后呢，有一种人生虽然悲惨，但还是要笑笑的活下去的那种感觉。再来呢，第2部我们要来看一个悬疑惊悚片，它的英文片名叫做 Behind Her Eyes， 中文的片名叫做3人守密，2人得死去。那它的中文翻译译名会那么长，其实是源自于它的原文小说的开头。它的原文是这样子的 ：Three can keep a secret if 2 of them are dead。你可能会想说我在攻三小，但是没有错，这部影集除非你看到最后1集，不然你会不知道他在演什么，就是一直在装神秘。那这部影集呢，主要是围绕在2个女主角，分别是 Louise 跟 Adele， 还有男主角 David 身上。大致上呢，就是在讲一位单亲妈妈跟一对夫妻之间的爱恨情仇。但是这对夫妻呢，又一直在装神秘，就是好像隐瞒着什么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除了最后2集之外呢，其实前面都一直在装神秘。然后我必须要老实说，它前面是还蛮拖的，所以我一直快转。但是最后看完呢，真的会非常震惊，因为它的结局真的让人意想不到。然后网络上面的评论是蛮两极的，有些人非常喜欢，有些人非常讨厌。那在角色的部分呢，我非常喜欢 Adele， 就是人妻的这个部分，因为她真的非常的有气质，然后很空灵，整个就是大小姐的感觉。那因为这部戏呢，需要演出精神崩溃的状态，所以常常需要嘴角抖啊，或者手抖之类的，演员们都做得非常的到位。然后另外呢，男主角非常的帅，然后他的口音是苏格兰口音哦。然后最后呢，我非常推荐这部戏给喜欢惊悚悬疑的人看，但是中间它真的有一点拖，所以你可以快转。再来呢，我们来讲个轻松小品吧。这部片名叫做《好想做一次》，它的英文片名叫做 Never Have I Ever。那这部片呢，算是轻松幽默带一点感人的青春校园剧。那蛮特别的是，因为这个女主角她是印度人，所以影集当中蛮常提到印度文化相关的剧情的。那故事一开始呢，女主角迪薇她就刚失去了父亲，又摔断了腿。那新的1学期开始呢，她就立下了目标，就是她要成为校园的风云人物。她中间呢就发生了非常多的糗事，那其中呢，她也必须要开始正视她失去父亲后的情绪，因为她其实失去父亲之后，她就一直没有处理那段回忆这样子。
这部剧的剧情算是轻松好笑的，因为女主角她的个性非常的呛辣，然后有个性，而且她有一个非常正、非常辣的表姐。其实这部剧更多的是在探讨自我，还有在讨论就是失去亲人之后要怎样处理情绪。除了经典的校园剧情之外呢，也会带到很多感人的家庭的剧情。其实爱情只占了一点点，那跟我后面要介绍的那一部是差蛮多的。还有这部戏呢，其实后来还蛮意外的，会喜欢上另外一个男主角，就是最帅的那个校草，好像反而没那么重要，非常适合如果你是想要看轻松小品或者是校园剧的人。那下一部呢，我们来讲一个惊悚爱情片吗？算是爱情片吗？就是《安眠书店》，英文的片名叫做 You。这部片呢，其实已经出了蛮久的。我记得我看第一季是2019年出，那现在已经出到第二季了。我是看到第二季的一半，但是我真的非常推第一季，因为它算是比较完整。好像很多影集都会这样子，就是第一季非常棒，可是后面就还好这样子，但是这也没办法啦。那 You 这部爱情惊悚片呢，它主要是在讲 Joe 是一位书店店员，然后他有一天遇到了女主角 Beck 之后呢，他就开始了一系列恐怖情人的计划。他就开始对 Beck 展开身家调查，像是他的好朋友都是谁啊，他都去哪里呀，他家住哪里，他前男友是谁啊，就是非常恐怖就对了。那随着剧情的发展呢 ，Joe 就逐渐的走向疯狂。那蛮值得一提的就是第一季他们是在纽约拍的，第二季是在 LA， 就蛮明显可以看到街景的落差。那我自己觉得第一季纽约的街景非常的经典，还有男主角 Penn Badgley， 他从 Gossip Girl 的痴情男变成了一个疯狂情人，其实蛮不习惯的，但是他演的真的非常好，非常像变态。另外呢，这两季的女主角我都超爱，超正，真的超辣的。第二季的女主角 Victoria Pedretti 真的超正，可惜第二季我看不太下去。所以如果你喜欢看惊悚剧情片跟超正的女主角的话，就可以选安眠书店哦。最后呢，要跟大家介绍一部校园爱情片，叫做《爱的过去进行式》，它的英文片名叫做 To All the Boys I've Loved Before。那其实呢，这个系列是由3集电影组成的，一集有1个多小时。那我看完第1集之后，看第2集我就有一点看不太下去了。不过第1集是非常经典的。那跟其他的校园剧差不多，女主角一开始也是一个素人，然后因为一些关系呢，就突然跟校草搭上线了。而且这一位校草现在应该是美国国民校草了吧？每一部校园剧都有他。然后这部剧的剧情呢，我觉得它开头女主角跟男主角认识的方式算是蛮新颖的，但是后面就是蛮老套的，可以预测这样子。但是大家应该有的时候都会想要看一下这种校园青春片，来重温一下那种青涩纯纯的爱的感觉吧。那演员的话，女主角 Laura Jean， 我觉得她演的算不错，她就是一个天然呆，然后神经非常大条，恋爱白痴的学霸。然后男主角更不用说，虽然一开始我觉得他没有特别帅，但是后面那种笑起来阳光大帅哥真的是。总之呢，我觉得这一部第1集电影真的算不错，非常的经典好看。但是后面第2集我就有点看不太下去了，所以想要看校园爱情片的话，可以去挑这部看一下哦。那以上呢就是我推荐2021年上半年必看的5部影集。还有呢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推荐我的影集的话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。前几天呢，我有看到一部大家非常推的，叫做 Better Call Saul， 中文片名叫做绝命律师，所以之后应该会来追吧。那之后呢，如果有看到其他好看的影集的话，我也会上来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我是苹果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